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播报一篇来源德国之声的文章，作者 AIG。中国青年婚育躺平如何挽救？中国现下不止城市青年，连农村年轻人也晚婚少生，面临助人口红利消失的危机。两会前，中国政协委员提出取消全国生育登记的结婚限制，反映出什么中国独有的问题？专家又有什么解方？在北京，有一对爱情长跑了8年的情侣，分别是现年25岁，从事医美行业的女方孙小姐与在金融业上班，即将奔3的男方赵先生。双方都是北京本地人的他们，普遍来说比还未落户的外地人口多了些婚育优势，却都还在思考中是否步入婚姻。孙小姐告诉 DW， 大家现在都想生女儿，比如在北京生儿子，就可能要为他置婚房，就意味着至少要挣1000万，基本上最差应该也会出个首付200-300万吧。但这并不是让他不想生的主因。反正我想到我下班以后，或者好不容易有个周末，还要带孩子，孩子大些要管他学习，我真的巨恐惧。对于晚婚育，赵先生则认为思想开化了，结婚生子不能证明或代表什么，是否正式结婚，是否离婚，是否有孩子等，不能代表幸福。他们的故事是中国青年婚育情况的一种缩影，既考量成本，也传达出了婚育不再是人生必要的选项，有别于中国传统如传宗接代的声音。而这正在改变住中国初婚育的现实。中国多地民政部门在2月中旬公布了去年度的婚姻大数据，显示各地初婚平均年龄近30岁，晚婚已然成为中国普遍趋势。而从今年初，官方公布去年的人口数据显示，中国人口60多年来首次出现萎缩，与此同时，人口出生率也创下新低。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向 DW 表示，目前中国的婚育年龄正在后来居上东亚初婚、出育年龄全球最晚的趋势，今后将面临严重的养老危机，初婚年龄还将不断推迟。为了应对，中国政府也已经出台了许多相关鼓励婚育的政策，像是四川为了保证未婚先孕人群的权益，当地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而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谢文敏更公开表示，该举措应该扩大到全国范围施行。中国有些省份也延长了婚假，甚至还有给新婚夫妇长达30天的措施。不过这些措施可能还无法全面照顾到现代生养的需求及想法。婚育问题的中国特色。一对在上海金融业打拼的28岁夫妇和 DW 分享了他们暂时还没有生小孩的计划。女方万小姐说，一方面吧，我们也都在工作，带小孩还得请保姆，我们父母也都还在工作，把小孩丢给保姆，我也不太放心。新加坡国立大学家庭与人口研究中心主任 Busserwan Pak Tirokachin 提到，在老龄化的中国，曾经的一胎政策让子女在上有老或下有小的3明治情况下，照顾的力量因没有手足而相较单薄，即使政府现在鼓励生3胎，人们也会思量负担的问题。除了基本的照顾，万小姐进一步提到，中国教育状况真的卷，对于鸡娃模式、给孩子打鸡血、父母盼孩子成龙凤的行为，她望而却步。各种兴趣班，连篮球、花样游泳，老师都还找国家队的，幼儿园也是各种卷，都开始让孩子学编程了。好的私立幼儿园还要面试父母，之前电视剧里那些真的是没夸张。Park 也说，如果你考量到抚养孩子的成本，在亚洲，在追求卓越的学业表现而言，竞争非常激烈。另一项中国政策带来的影响是结婚年龄。1980年，中国为了推行计划生育，将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推迟到男生22岁，女生20岁，鼓励晚婚，男25岁，女23岁，晚育。而鉴于目前世界各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普遍在16至18岁，符合生物学时序，易富贤认为中国也应该与国际接轨。易富贤表示，婚育年龄的推迟意味着生育的时间窗口缩窄，不孕率提高，生育能力也随时间下降。如果男女初婚年龄不能控制在27岁、25岁以下，生育率是难以提升到更替水平的。从经济下手还不够。在北京，30岁的单身公务员老王（化名）表示，房价高是普遍性的问题，
婚后生孩子的各项成本很高，娶个老婆，吃喝玩乐都不痛快，我结这婚干嘛？耽误人家吗？一个人乐呵得了。他还提到了贫贱夫妻百事哀。Park 说，中国能考虑的有项政策是为年轻夫妇提供某种形式的住房补助或鼓励措施，没有沉重的住房成本负担，这也许可以帮助他们考虑真的早点组建家庭。然而 ，Park 以新加坡为例，说明经济上的补助还是有其限制。他分析，新加坡的政府补助，但得要是提供有婚约在身的人才能预购的公共住宅 （Build to Order，BTO） 补助为例。他说，某种程度上，经济的好处会激励了人们结婚的意愿。住房补贴也是新加坡政府鼓励婚育的方式，虽然从生育率上来看，并没有显著效果，但他也提到，如果政府没有这些相关政策，也许数字会下滑更多。同时，他强调也表示，除了光是经济层面还不够，政策还需要考量到有些事情能及时做到，但有些是需要融入改变的，尤其是在规范和文化上的改变，这可能需要花上很长时间。谢谢大家收看，欢迎给我们节目点赞。